大家好，這個儲水桶已經可以順利自然出水。由於這個200公升的儲水桶是擺放在母豬籠上，離地面高度差不多有1公尺高，雖然很像居家的水塔功能，不過用意不是增壓，反而是要減壓，避免水柱太強，方便澆水時使用。由於母豬籠被固定鎖死在地面，佔走這個隔間約1/4的空間，現在就先利用現地整出的土壤，暫時將飼料槽當作現成種植槽。磚頭堆砌隔起來的土壤厚度雖然不高，但這用來種植葉菜類已經足夠了。不過這剛倒入的土壤已經完全乾化，得先讓土壤再吸飽水，日後澆水，水就不會自動外漏。進水的同時，水已經開始從水管外流。至於停水裝置，可以再坐在水管末端。目前這水壓單純只是靠重力未能往下。水柱雖然不強，但是水管粗的話，出水量還是會不小。暫時就先讓土壤吃水與吃點易肥可以順道將酵素加入桶子內呢。伴隨澆水的動作，可以適度縮減種植流程。閒着就進一步測試母豬籠利用的可能性了。但為了避免太過雜亂，暫時就先簡單就好。而清理舊豬舍的效果，感覺已經開始蔓延發酵。經過一整理呢，牆外發生的蝴蝶效應開始蔓延。或許是大家臉皮薄不好意思自家的環境髒亂。而這儲水桶的第一個好處，可以讓都市回來的小孩子有參與感。利用花灑控制出水之外，澆水就很像是在玩水簡單說，就像用水在塗色，把土壤塗濕，這樣就很容易懂了。而這隔間牆因為有縫隙，水管也方便穿過磚牆，順道幫外側的蒜頭澆一點易肥。而過往因為遷就水柱的強度慣用的澆水是採用慢淹的方式，在減壓出水後，酵素易肥則更方便當作葉面肥使用。酵素易肥對於葉菜類的效果非常明顯，這過往已經有做過實驗拍攝的影片了。現在這則是2天後的變化，但是切記一件事要當葉面肥使用時，稀釋比率要提高避免反而造成葉面肥傷。而將紫微白菜種到接近包覆的狀態，菜梗的部位好吃度會大大的提升。有小孩子說呢，青花筍第一，這排第2好吃。接下來則是 SOP 化的概念了，將流程優化之外，也把不順手的地方進行調整。首先倒入易肥後，才啟動盛水馬達進水，這樣初步攪拌均勻效果。而盛水馬達的電線則插在有開關裝置的延長線，這樣可以快速控制盛水馬達的電源。而若是已經事先當作儲水使用，使用前可以加入酵素後先行攪拌。耐心觀看影片的觀眾朋友呢，接着就來看儲水桶的外溢效果了。沒有看錯這是把時間花在舊豬舍整理的代價。比較大的菜園空間，現在雜草叢生的樣子呢，是因為夏季雨水多棄守的原因而這除了一種長得比較像茅草的根系，處理起來比較麻煩，
其餘的只要搭配堆草槽，難度就可以大大降低。而長草的樣子也是情願把時間花在整理舊豬舍的原因。舊豬舍經過整理後，目前還沒有立體化種植啊。雖然種植空間小，但日後卻不容易長草。而引水的目的不只是要澆豬舍裡的作物啊，這離下方環繞水池比較遠的位置呢，只要水管夠長，都可以共用豬舍裡的儲水桶。這樣院子上方的作物澆水上也可以更為省事啊。其實這整理的時間是不需要太久啊。排水走道上的雜草抑制席正在曬乾，就先在靠近環繞水池旁種植玉米筍。玉米筍種植採用先溝槽式播種，等出芽長高後會進行覆土，這樣也方便再做一次雜草清理。而因為雜事多，老人家又喜歡出難題啊！後院育苗的一堆菜苗排隊等待移植，已經等到快受不了了。現在挖掘的十字花科類菜苗已經不是菜苗啊，在進行挖掘前有先行澆水，這樣挖掘起來的土塊會比較多。另外，這大菜苗下還有結頭菜的小菜苗，先澆水的好處，可以帶起的土壤比較大之外呢，也容易控制挖起的土塊範圍。已經這麼大顆，帶土移植的話，問題應該是不大了。現在這算是邊整理邊種植年菜啊。這十字花科類的大菜苗，比較高大的應該是花椰菜跟青花菜。先將這些後院挖起的菜苗處理好，後續還有一堆外送來的菜苗得處理啊。十字花科類作物一次種這麼多啊，當年菜種植的話，就不只是現場食用啊，還可以當伴手禮帶回家了。前2天先行灌水的目的，除了喚醒土壤，也讓翻鬆過的土壤吃水啊。另外，也是在調整地勢。這菜床的左側靠近院子，地勢比較高，因此左側的土壤厚度調得比較低啊。這樣可以克服在溝槽灌水漫淹時，水偏往低處流。簡單說，就是地勢高的左側土壤厚度調低啊。另外，方便吸水吸肥，也避免靠近外側會接觸防蟲網。種植的位置有略往溝槽靠，這一塊瓦片的長度約40公分。每株就大約種植在40乘40公分的中間，這樣2排的距離就也有40公分寬了。接下來還得消化掉這些強迫種植的外送菜苗。這菜苗是大面積種植的菜苗，感覺高麗菜的數量比花椰菜多很多啊。很認真的種了，還是種不完。還得多整理一組菜床，才有辦法順道再消化掉後院的結頭菜啊。移植完畢後，進行溝槽漫淹式澆水。現在是灌溉河道清淤重建
與曬田的時間灌溉河道的水流量大約只有3公分。不過，因為日前自行清淤後，清淤處一整段的水深還有30-40公分深這要使用沉水馬達抽水也不是問題。辛苦挖掘後的成果也算是一種回報。慢捏的同時，就順道搭設防蟲網，最後只要先簡單的鎮壓，等排水走道的雜草抑制席再鋪上後，就可以等1個月後再做除草的動作了。以上是取水的外溢效應，謝謝收看。